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未来100天内你们的整体运势，还有就是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会如何发展。那包括天使神谕卡给你们的一些指引和建议啊。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首先呢，第1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权杖1。在接下来的100天当中呢，首先你们会得到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改变吧，或者说这个权杖1它代表的是一个能够产生改变的机会。某个人向你们抛来的橄榄枝，而且呢，从权杖1可以看到啊，你们在某件事情上会有着很强的决心，而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你们那种决心所付出的努力是一定会得到回馈的，只要你们足够渴望，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们。第2张牌是圣杯的正位啊。圣杯的正位的话，它代表的是这种感情和能量的流动是正向的。在未来的100天之内啊，关系会得到稳定的发展，可能是你们和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会很和谐，你们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会很和谐很稳定，也可能是你们和暧昧的对象的这种感情发展会有一个进展，或者说你们和自己的伴侣之间的这种感情是稳定发展的，你们会表达出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当然也有可能是某个你们有好感的人主动向你们发来的消息，你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那么圣杯它代表的是这种爱的能量流动啊，正位的圣杯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有一些想要说的话，在未来的话你们可能会鼓起勇气把它们说出来。之前的你们可能一直都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啊，所以说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你们会找一个时间点把它们释放出来。而第3张牌是权杖6啊，它代表的是如愿以偿。你们内心当中的某个想法或者说某个问题会得到解决啊。牌面当中的这个人啊，手持权杖，上面顶着的花环就象征的是如约而至的结果。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可能会出现某个对你们有利的结果。而第4张牌权杖侍卫，你们在接下来会探索一些新的领域啊，你们的内心是渴望自由的，只不过当下你们可能暂时没办法挣脱这种束缚。在接下来的100天当中呢，你们会尝试一些你们之前没有涉足过的领域。那么这张月亮牌呢，代表的是其实你们内心最深处的一种渴望，而且呢，你们可能在当下的话情绪是很不稳定的，这会影响到你们的睡眠和健康，你们的状态也会变得很不稳定。而且呢，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隐约的忐忑不安的感觉，在接下来会给出你们一些指引，会给到你们一些信息，说明事情啊，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个快速的变化。你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是你们的思维会有一些混乱，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声音会把你们带到一个你们必将抵达的终点。而这张圣杯10呢，它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啊，你们会经历这种人际关系的动荡，或者说之前你们所经历的这种动荡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和谐的环境，或者说和谐的关系啊，代表的是误解消除，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在塔罗当中啊，彩虹它代表的是一种好运啊，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你们会迎接到因为好运所带来的这种意外的惊喜和收获。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张天使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你们的一种指引啊。那第1张牌就是 Peace， 安静啊，或者说内心的宁静，保持内心的平静啊，在接下来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你们更加顺利的得到一些结果啊。而且平静的内心也会让一些期待的人和事如约而至。
当你们情绪波动太大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们的决策和判断力。尽量让自己处在一种轻度的喜悦和轻度的沮丧之间，这会帮助你们更理智地做出一些判断和选择。虽然你们并不抗拒社交啊，但是你们也能够把这种社交处理得游刃有余。但是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你们要抽出一些时间和自己相处。你们其实非常需要独处的时间与空间，因为这能够带给你们内心的宁静。第2张牌是 prioritize。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你们要做到有的放矢，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计划，先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啊，不要让那些不重要的、无意义的事情消耗和占用你们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只有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才能够事半功倍啊。所以说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要提高自己时间管理的能力啊！你们过去可能一直以来的效率都不是很高，就是因为很多的时间会被一些无谓的外部的噪音和事情所占据、所消耗。那么这张牌呢，是大天使正在帮助你在某件事情上的进展变得更加的顺利。那么这张牌呢 ，Counselor。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啊，毫无疑问，你们在一些事情上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碍，但是千万不要吝啬去向外寻求帮助啊，因为在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收获到一些意外的信息和惊喜啊。在事情的发展出现波折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而要果断的去求助，因为你们身边的一些人可能蕴藏了比你们想象当中更为强大的能量和实力啊，只不过你们没有建立联系和交流的时候，你们就不知道。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月亮神谕卡呢，第1张牌就是 Nothing is yet set in stone， 没有什么事情是刻在石头里的，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和阶段，这个事情正在急速的发生变化，有的时候可能会应接不暇，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彷徨，或者说对于这种事情的快速发生和改变有一种措手不及。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你们正在一条螺旋上升的道路上啊，事情的发展肯定是会有变化的，但是有的时候选择慢一点的路啊，反而是捷径。如果想要偷懒走捷径，可能你们反而会走弯路。而最后1张牌是 Take Action， 抓紧时间行动。因为你们一旦开始行动啊，你们就会不断的尝试，直到你们找到那个支点。一旦找到支点，你们就会利用杠杆去扩大自身的优势，紧接着就会爆发。所以只有行动才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你们要去做，去行动，去实现。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活出最大的生命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首先呢，第2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3啊，星币3意味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参加到一个会议啊，或者说某种团体活动，这意味的是一次学习和成长。而且呢，你们会在这个会议啊，或者说讨论当中建立一些连接啊，接收到一些新的信息和想法。那权杖骑士的话，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100天当中，你们会对某个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刺，也就是说，事情的成败会在这100天之内见到分晓和结果。很明显，你们对自己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待，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那个目标是势在必得的。这4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事情发展的4个阶段。那么第1个阶段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啊，并且对计划做出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变。第2张牌代表的是正式开始，向你们的目标发起冲刺啊，代表的是开始行动。而第3张牌它是一个隐忍啊，或者说当事情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进入到瓶颈期之后，你们需要熬过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窗期。对于这个实现某个结果和目标的过程当中啊，不需要你们每时每刻都在冲刺，走走停停也是为了更好的接近目标。所以说你们必然会经历一个休整的阶段，这能够帮助你们在未来更好的扬帆起航。那么这张隐士牌你们也需要注意啊，在这100天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自我封闭，可能会陷入到抑郁当中，因为事情的发展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会遇到一些阻碍和瓶颈。当你们觉察到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们要有针对性的去做出一些调整，或者说可以暂时的让自己停下来。当然你们也要相信，一旦你们开始行动，就会驱散内心当中的忧郁和不安。缓解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当下立刻做出行动啊！当你们熬过了这样的一个瓶颈期和真空期，那么第4张牌星币侍卫代表的就是你们会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收获。你们手里捧着的这颗星币，它代表的是一个结果，会让你们如愿以偿。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死亡牌呢？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啊，会彻底的结束上一个阶段。而且死亡牌也代表的是你们的身体健康可能会受到一些困扰啊，会受到一些疾病的困扰。所以说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啊，你们要尤其注意，可能说事情就是说会迎接到很多的挑战，这会让你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一些威胁。那么这张星币5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在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你们会出现一个就是事情的发展会加速，你们个人的成长也会加速，你们会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样的话，你们会和身边的人拉开差距，在拉开差距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遭受到身边人的一些误解。因为你会发现你和周围的人已经不在同一个节奏和频率上面了。但是呢，你们也不需要太过在意啊，因为你们一旦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你们就不会轻易的停下来。那么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这几张天使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 Victory， 代表的是当你们找到自己的节奏和支点之后，就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啊。Victory 代表的是一种胜利，一种如愿以偿。那么第2张牌呢是 Passion 啊 ，Passion 这张牌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你们要重新找回一种情绪一种热情和激情啊。有的时候你们会因为自己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会动摇，会彷徨，也害怕自己做出的努力会得不到回馈所以说当你们开始这种自我怀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自我消耗啊，这种激情会消退。那么不要让这种安逸扼杀你们的激情啊！在接下来的100天，你们要重新找回这种能量，因为事情的发展它会有一个转变，你们的心态会随着事情或者说当下境况的逐渐的改善而改善。那么这张牌呢，这张大天使神谕卡 Crystal Clear Intentions 啊，大天使麦克告诉你们的，要在完成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纯净的意图，不要对这件事情赋予太多的期待，甚至是执念，不带任何控制欲的去完成这件事情，这样你们能够收到更好的预期和结果。而第4张牌 Remember who you are， 现在的你们可能会有一点迷失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会忘记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你们可能会找不到目标和方向。但是呢，只要你们能够谨慎的选择自己的生活，脚踏实地的去完成你们现在应该完成的每一件事情，你们就能够重新收获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意义。尼采曾经说过，当你们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因为你们的心其实已经听到来自于远方的呼唤，你们不会让自己再轻易的迷失在各种的诱惑当中了。你们很清楚，你们已经无暇顾及过去，你们要向前走。所以说接下来的2张牌呢，第1张牌就是满月在摩羯座，Your hard work is paying off。你们过去付出的努力其实你们很害怕自己付出的努力得不到相应的结果，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沉淀下来。你们会在未来一点点的看到那些回报。而第2张牌呢 ，The answers you need are coming。接下来的100天之内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某些问题的答案会逐渐浮出水面有些答案其实还没到它出现的时间。有的时候你们迫切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呢，它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浮出水面。有些问题也会随着时间迎刃而解。
所以说你们要耐心一点啊，会过去的，会拥有的，会到来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宝剑的逆位，代表的是一个机会被隐藏起来了，这个机会就在你们的身边。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让你们阴差阳错的发现这个机会啊。第二张牌是宝剑4，你们正在这种某种痛苦和纠结当中不断的成长，在某些事情上面，你们想要坚持下去，但是又害怕没有结果，事情的发展呢，似乎并不像你们预期的那样顺利啊，所以这可能会让你们陷入到自我封闭当中。而第三张牌权杖9的逆位啊，你们不敢做出行动和改变，是因为过去某件事情的失败给你们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所以说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更加倾向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内，因为在舒适圈内一切都是你们熟悉的，那舒适圈外都是一些你们需要不断做出适应和改变的事情啊，你们要接收到一些新的信息，也必须做出一些调整，这样的话会有的时候会让你们手足无措，但是这也是你们的必经之路，因为如果你们想要突破，想要发展，必须要找到那个支点啊，而那个支点必须是一定存在于舒适圈之外的，你们必须在舒适圈之外才能够发现这个支点，这样才能够通过这个支点来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当你们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圈之后，那么圣杯侍卫代表的是你们会发现一个新的大陆，或者说新的机会啊。圣杯侍卫手里的这个圣杯代表的是你们会找到那个突破点，并且通过那个点那个杠杆来扩大自己的优势，或者说自己的发展会通过那个支点和杠杆被加速。那么这张世界牌呢，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生的上升期啊，因为是世界牌的正位，世界牌也对应的是未来的100天之内，你们可能会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说不断的在2个地方来回的往返。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还在犹豫要不要放下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进入到一个新环境当中，那么你们一定会错过一些东西，或者说错过一些机会。不要犹豫啊，尤其是机会的到来能够让你们快速的发展，有的时候犹豫可能会让你们错过未来的整个世界，而你们的未来又会藏在你们当下的努力当中。所以说不要害怕自己的努力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那些努力是一定会被沉淀下来的。而且呢，这张圣杯2代表的是在未来的100天之内，会有某个人和你们达成某种协议，或者说合作，从而让你们开启新的人生。当你们尝试着去合作的时候啊，你们的一些缺点和短板会被补齐，这个时候你们会变得更接地气，更有信心，因为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那么这会让你们个人的生活和发展变得更加稳定，也会让你们更加快速的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 Overcoming Difficulties。这张牌告诉你们啊，眼前的困难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只不过你们现在把这些困难放大了，又把这些困难妖魔化了。这些困难它都是很宏大的问题啊，可以被分解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你们要尝试着一点点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终通过正确的方法和心态，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被分解掉啊，而且把它分解成为一个一个的小问题，其实它就没有那么的难了。所以不要急于求成啊，有的问题它不是短期内形成的，所以说你们也需要时间去把它们化解掉。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Life Review， 还有一张是 Creative Writing 啊。这2张牌的话，它代表的是你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啊，回顾那些你们抓住的机会和错过的机会，这些在你们人生过去的这种转折点和十字路口上，其实都值得你们去思考。尤其是你们过去犯过的一些错误啊，它可以让你们在未来避免走很多的弯路。
Life review 代表的是一种回顾，回看过去的生活，你们会得到一些新的结论。你们想要理解生活的话，那么你们需要通过回顾。那么如果你们要面对生活，你们就要向前看，先回顾生活，然后向前看。而这张 creative writing 呢，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这种创造力会有一个爆发吧，或者说突破。你们一直都有很强的这种表达欲和分享欲。未来的100天，你们可以尝试着把自己的情绪的流动记录下来啊，你们会获得一些意外的收获。而我们抽到的这2张月亮神谕卡呢，第一张牌是 You are very close to achieving your goal。你们可能比想象当中的要更加接近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事情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关口上。只要你们能够挣扎的突破那个点，那么未来就会一马平川的向上突破。而第2张牌呢是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话，你们还是需要做出很多的调整和改变的。因为无论在人际关系上，还是你们未来的发展上啊，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量和新的人物，让你们要有针对性的做出这种调整啊，这种调整会让你们更快的发展。同时也不要害怕调整和改变，因为调整和改变往往能够让你们更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实现突破。那么这张 Courage 呢，它带来的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呢，分为2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你们要拥有这种敢于去追逐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事情的勇气。同样，你们也要敢于去放弃那些没有回馈的人和事情，这同样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所以说，希望你们能拥有前进1寸的勇气，同样也拥有后退1尺的从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啊。第4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女皇啊，代表的是你们正在默默的低调的做着某件事情，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曲折和阻碍，你们可能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你们会把它都藏在自己的心里，这是你们成长很重要的一步啊，就是说你们正在变得更安静、更低调，去默默的实现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或者说默默的追逐自己的理想。你们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大张旗鼓的说出来，所以说现在的你们反而会更加坚定，也更加的稳重。那么这张圣杯6的逆位呢，它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100天，你们可能会主动的去摆脱对于某个人、某件事情、某个机构或者说某段关系的依赖。所以我看到牌面当中的很多牌，它都是关于你们自身的成长的，你们个人发展，无论你们性格上的变化，还是你们主动做出的选择，去主动的摆脱一些你们当下所依赖的人和事啊，这都意味的是一种成长。那么这张权杖7代表的是在未来的100天之内，对于某件事情的发展啊，它进入到了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啊，你们会迎接到很多的挑战和改变。那么这张圣杯5呢，它其实某种层面上代表的是你们还没有从过去的某件事情当中走出来，你们现在面对的还是那3个倒下的圣杯啊，就是说这3个倒下的圣杯是你们已经失去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们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啊，因为你们现在所拥有的本就是生命当中所没有的，从今往后的每一天对于你们来说不是失去，而是得到。而对错过的一些人和事啊，与其惋惜不能再见啊，不如感恩能够遇到。那么这张愚人牌呢，它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啊，你们会给自己放一个假，让你们自己随心所欲的去做一些你们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事情啊。愚人牌它代表的就是一种冒险，这些看似冒险的选择也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惊喜，而且是意外的惊喜啊。所以说冒险的这种选择背后看似是风险，其实背后它蕴藏着某种礼物。而且呢，最重要的愚人牌它也代表的是让你们就享受当下，做好你们手上的每一件事情，未来自会有命运的安排啊。那第6张牌是 Judgment，
Judgment 是审判，审判代表的是在未来的100天，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水落石出，而这个结果会推动你们自身的发展。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张天使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Brilliant Idea。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想法是一个很棒的主意啊，只不过你们现在可能还在怀疑自己的判断，还在犹豫和彷徨，但是你们要尽快把那个想法付诸于行动和实践。第二张牌是 Career Transition。这张牌呢，在你们的学业和事业的发展上，你们很快就会迎来一个变化，一个职业生涯的转变。可能对于这次转变，你们早就已经有预感了。而第三张牌是 Healthy Lifestyle。在接下来的100天，要尤其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啊，自己的睡眠、饮食啊，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事情的发展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变得更有效率，事半功倍。也能够让你们拥有更加敏锐的觉察能力和更加清晰的判断力。而第4张牌是 Leadership， 领导能力啊，这种领导力是在你们经历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培养起来的。在未来的100天之内，你们会在某件事情会在你们的主导之下顺利的圆满的结束，而且你们会发现你们的意见随着你们自身的成长会越来越受到周围人的重视，你们身边的人会询问你们关于一些事情的看法。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神谕卡呢，第一张牌 You are good enough， 满月在处女座。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优秀啊，你们总是习惯性的低估自己啊，有的时候甚至会否定自己，怀疑自己。但是同样啊，回顾你们的过去，你们也做出了很多正确的选择，勇敢的改变。那么积极的肯定一定是会让你们能够变得越来越好的。而第2张天使是月亮神谕卡是 Luck is on your side。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啊，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会很幸运的得到一些意外的帮助啊，或者说得到一个预期之外的结果。而且呢，新月在射手座啊，它会给你们带来幸运光环的加持。对于一些你们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啊，你们在接下来可以大胆的去实践啊，因为新月在射手座会给你们带来额外的好运，帮助你们事半功倍的达到自己的目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